美军为何认为在南海派再多的航母也无法吓阻中国？美军又制定了怎样的新战术？中国该如何应对？近年来，美国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两个主要的经济体，不仅是在经济上有竞争，且时常发生摩擦，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在相互较劲，都是互不相容，而且都希望可以在军事上对对方产生重大的威慑作用，而且使得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两国的发展，也是受到广泛的关注。近日，美国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先前指出，由于中美之间力量的不对等，就使得航空母舰等传统武力难以吓阻中国大陆与南海的海上民兵等行动。该军种1号公布最新的目标区内部队作战概念，用于平时对抗灰色地带战术，战时则在第一线承担远程打击和勤监侦等任务。这将会成为美国近期的主要研究任务。而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因为美国对于灰色地带如此的重视，就格外的引起关注。而且根据军事新闻网站指出，美国陆战司令提及灰色地带一词，这就使得美国会在灰色地带目标区内会使用各种工具，以此用低于暴力门槛的方式及手段来达成目标，而这很可能被用在南海对抗海上民兵的行动中。从上面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完全就是在针对中国。因此，这个灰色地带就是南海，而类似的战术只在不引发局势突然恶化的情况下进行步步推进，从而在南海逐步掌握主动权。这方的方法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这也是长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切香肠战术。因为南海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所以一直也是极其的具有争议，并且在这里也是时常会爆发冲突，因此也是加剧了南海局势的不稳定。而美国则是一直有在关注着南海的动态，而且还时常在南海对中国进行挑衅。最好的例子就是2016年的南海事件，当时美国为了帮助菲律宾侵占中国在南海的合法利益，毅然决然地向南海海域派出了包括2艘航空母舰在内的作战舰艇，并以此来向中国施压，并想极力压制住中国往西太平洋方向发展的势头。但是中国面对美国大规模庞大的航母作战群，与此同时的中国也在南海地区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首先是装备有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的火箭军向南海方向齐射了多枚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其次，中国海军3大舰队的主力在4位上将的带领下前往南海，舰艇数量已经接近100艘，与之配合的还有来自空军的轰6轰炸机以及歼 11B 等战斗机。在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之后，中国方面公布了处于静默状态下的美国里根号航母和斯坦尼斯号航母的位置。美国面对着中国的强硬回击，最终决定妥协，使美国海军的舰队主动退出南海海域，退往菲律宾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所以中国和美国在南海的对峙最后以中国的胜利告终，而这也使得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吃到了闭门羹。因此美国才会如此处心积虑地想要研究出如何在南海给中国巨大的震慑，以此可以报自己当年在南海受到的屈辱，以此来雪耻。那么对于美国的做法，中国还能从容应对吗？而实际上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起到效果？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看美国的脸色，而且中国在多年的发展后也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以前的美国可以仗着自己的11艘航母的绝对优势来横行霸道，但是现在的中国也是在航母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于中国取得的发展，美国陆战队司令伯格先前还曾表示，过去10年间的经验表明，就算美国在南海部署多艘航空母舰，也无法阻止中国大陆的灰色地带战术，因为全副武装的强大战舰难以在不引发情势升级下吓阻这类非军事单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是已经变强大了，而不是美国几艘航母所能威慑得到。因为中国也是针对美国航母的发展也是做了相应的应对。此前，中国在西建立了中国弹道导弹测试的基地，以此来专门针对美国的航母，从而发展成为反舰弹道导弹。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居于领先地位，而且也是对美国将产生巨大威慑作用。这其中包括中国的东风 21D 导弹，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装备的一款陆基机动式中程弹道导弹。
是中国第2代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也是中国第1代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此外，中国的东风211D 弹道导弹射程超过800海里，并且它有一个机动载入飞行器，可以用来瞄准船只，所以这是完全具备打击美国航母的能力的，能够通过其最大的威力予以美国航母以最大的打击。还包括中国的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它的射程约为2000海里，它也是能够大区域无依托机动发射，可实施快速核反应，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实施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是中国军队通用全域射战的新型杀手锏武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媒体称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为关岛杀手，这主要归功于东风26的射程远、精度高，且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所以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这款新锐的弹道导弹，它的威力当然是不言而喻了，也成为了美国航母当之无愧的杀手，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和震慑力。最后再加上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以其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特点，使其可以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并且其具备的高速度和高机动性，可以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对现有防御体系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也可以发挥出其最发达的威力，予以敌方以致命打击。因此，现在的中国有着如此多的弹道导弹，足以对美国的航母舰队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给美国以巨大的威慑作用。因此，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的话语权也是逐渐增加，而且也可以给美国以巨大威慑作用。所以，美国在看到航母舰队挡不住中国后，就再出新招，计划在南海等灰色地带采取行动，以此来遏制中国。当然，中国也不会惧怕，反而是从容应对。随着中国003航母的建造工作渐渐地进入尾声，因此加上此前中国在南海建造巨大的船坞，而且已经开始蓄水，而这也表明中国是在为即将出来的003航母做铺垫，也预示着中国003航母在服役后将会选择部署在南海地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支持，能够更好地执行守卫南海的任务，也能够对外界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而在三亚的大型船坞就为003航母很好的保驾护航，不需要在长途跋涉的去大连船厂进行维护维修，可以更加便利地采取地利之便，发挥地利的最佳优势。因此，这对于中国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中国在对于美国加强灰色地带的碰撞后，也是做出了各样的应对，以此来应对美国强劲的挑战，从而可以更好地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加强对美国的威慑作用，也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有重要的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